卢姐不出来的话，我就必定要把国民党重新扛起来，恢复过去到28年，要保住台湾。在赖清德的一意孤行底下，台湾现在岌岌可危，有志之士都应该要挺身而出。为什么2028年蓝白合一定要完成？政治人物如果没有办法审时度势，看到世界的大潮，是他一时的倔强，但他所付出的代价叫做粉身碎骨。如果台湾没有体察到这个世界的大潮的话，那粉身碎骨的就也会是台湾全体老百姓。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立文姐在礼拜一中广有个今天宣誓，打算参选的条件，据说是卢秀燕不选你就要选，为什么？党里就有很多人认为说，应该党主席跟选总统是同一个人，因此就对卢市长有很高的期待。之前呢，卢市长也都一直没有对外任何的表态跟松口，虽然多次被问到，但是他还是都是以市政为优先。主要是因为星期一联合报做了一个大篇幅的报，各家的媒体开始相关的一些分析报道，那大家就发现说，卢市长很可能不会参选党主席，所以我觉得可以充分理解卢市长他必须要能够谨慎的思考清楚。所以说在这种情况底下，他现在大概传言出来，当然卢市长还没有正式的宣布，也没有人可以帮他宣布，他现在媒体的各方的报道都是认为说他很有可能不参选党主席。所以呢，我就觉得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823之后9月1号我们就要领表了，9月4号就要登记了，这个时间非常短，等于是说你在大概1个礼拜至10天之内，你必须做好所有相关的准备，必须完成登记。其实过去这1年来，我在上节目的时候，我也知道很多的朋友也都陆陆续续都有一直表示希望我能够出来接国民党的党主席。过去我没有认真的回应过，最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大家心有所属，就是卢秀燕市长。但是如果卢秀燕市长考虑不接，我充分的可以理解，而且我觉得也应该要好好的保护他。国民党是一个整体的团队，这个时刻呢，我也公开的表示过，不应该退缩，应该勇于承担。那我自己自认为，不管是对党务的熟悉，对选务的熟悉，乃至于对于现在国际局势台湾处境的理解，自己个人的作战的能力，我其实对自己颇有信心的。党里头有像卢秀燕卢姐这么好的人才，我们当然是支持她。卢姐不出来的话，我就觉得义无反顾，两肋插刀，必定要把国民党重新的扛起来，重新恢复过去。不是说为了国民党的辉煌，而是说国民党在这个时刻也有很沉重的历史担子，不只是28年的政党轮替而已。我讲过很多次，是从现在到28年要保住台湾。台湾现在岌岌可危，在赖清德的一意孤行底下，然后遇到川普这样子的一种疯狂的美国老大，台湾很有可能在28年就被灭顶了。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主导国会多数的最大在野党国民党负有何其重大的责任。因此我觉得在这个时刻，有志之士都应该要挺身而出。我就下了这么大的一个决定，有非常深刻的理解，所以才会采取行动，希望去凝聚在野所有的力量，不止国民党的力量，国民党、民众党，甚至于所有在野党外的力量。因此我自己身为一个国民党的党员，当然这中间最核心的中流砥柱的力量当然是国民党的力量。如果国民党不争气，如果国民党没有办法扛起这个责任，我们其他的在野的朋友再怎么努力，恐怕也都没有办法发挥关键的作用。所以身为国民党的党员，既然我都跳出来组在野大联盟了，国民党的这个重担也不可以置身事外，才会下了一个这么重大的决定。还好从礼拜一到现在，我听到的都是鼓励。我们就直接打破砂锅问到底，就是蓝内核的问题该如何处理，朱系的问题该如何处理。那朱主席现在的动向，您有知道多少？我不知道但是呢，当然大家都看到了，朱主席多次说他想要交棒了，因为他已经当过2次的党主席，说实在的也是非常非常的辛苦，这个压力很大。我是要团结所有在野的力量，甚至于如果有民进党起义来归，我们都非常欢迎，展开双手拥抱你。本来就是要团结所有的力量。我组党外在野大联盟的时候就已经说过了，大家在政治光谱上面各有不同，而这个差异并不阻止我们团结。台湾2300万人，我不要大家都一样，我就是希望看到大家都不一样，大放异彩，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光跟热，这是台湾真正宝贵的资产，真正珍惜珍贵的一个地方。可是并不代表我们大家都不一样就不能够团结在一起。
一起，因为我们还是共同的要保护台湾，保护中华民国所代表的很多的价值，还有我们的生活方式。不只是国民党要团结，身为国民党的党主席，我还要去团结所有台湾理性的、真正对台湾好的力量，爱好和平的力量。面对那一些不惜一切用最暗黑的力量要打击台湾、分化台湾的，你不用客气，你也不要对他们有幻想。面对邪恶黑暗的力量，我觉得就是必须该诛就诛。你知道佛是有愤怒相，有慈悲相，所以当我诛杀一个邪恶的时候，其实背后是最大的慈悲心。杀生为护身，斩业非斩人。今天不但要团结所有国民党的力量，团结在野蓝白的力量，还要团结所有在野的力量，连绿色，如果你有良心，幡然悔悟醒悟，我们也都一起团结。前提就是没有私心呐。我们就算人脉资源比人家差，并不代表我们会打输对方，更何况我们现在我觉得也不一定是这样。作为一个会打仗的将军，你就要知道如何打赢这场仗，我觉得这个是我最重要的一个强项，必须要能够感动人心，这个是很重要。所以你的论述、你的所作所为、你的作风、你的投入，你愿意付出，而不是等着别人付出给你坐享其成，种种的都是能够感动人心。你要打赢一场仗，不只是你要懂得带兵布阵，你要了解对方敌人的缺点，你还要赢得民心，民心的支持也是你打赢仗的最主要的原因。所以这些东西种种的条件，大家要叫我这个战将战神，我就不能够辜负你们给我的这个封号，大家等着看吧。好，告诉你们，我绝对会让民进党的人让他们知道，如果今天国民党是换郑丽文，我一定让他们头皮发麻。黄国昌宣布了要参加新北市长之后呢，是有一些声音出来，例如说陈学圣还有像李乾龙啊都跳出来讲话。不过整体来讲，我觉得黄国昌在这个受访里面，他的态度是展现的是相当蓝白合作为一个核心，也就是说这场选举，我认为他直接跟蓝白合挂钩了。他2028最高目标还是下架民进党。第二，民调如果没有绝对会赢，他不会参选。其实送了很大的一个礼包，为蓝白合的合作打开促进的第一步。台湾就是一个民主开放的社会，每个人每个公民你都有权利参政，所以在新北市本来大家都有参政权，只要你资格符合，你都有问鼎新北市长的资格。那身为在野党民众党的党主席，他把新北市作为是他一个努力的目标，无可厚非。他在这个时刻宣布说，因为他们2年条款要继续，所以他在明年1月31号立委的棒子就要交出来。接下来除了党主席这个舞台之外，他应该往哪方向努力呢？黄国昌之前就让大家知道说他要选择新北市，只不过选了党主席之后会不会有什么调整呢？在这一波的大罢免里头，大家都感受到蓝白的支持跟合作，但问题就是太单纯了，只有国民党在那里有席次的立法委员嘛，民众党虽然是情义相挺，可是因为在实质的政治利害上面没有任何的矛盾跟冲突，护住国会的多数，所以简单很多。但问题是说，当你接下来遇到是有选区的，是有地盘的，然后呢是有像议员的选举、立委的选举、总统的选举、县市长的选举，就不一样了。我说过很多次，那才是真正考验蓝白合的时候，势必要面对这个最硬核的核心，那才是真正的蓝白合。所以你怎么样，这个过程重点就是你必须让两边的支持者心服口服，唯有心服口服，在大选的时候才能够大家同舟一济，然后目标一致，如此团结民意，才有可能打赢大选。否则就算你高层讲好了，如果下面的人不服气，那也没有用。当政府不转的时候，人就要转。台湾人民对于两岸的和平交流繁荣这件事情有很强烈的迫切需求，可是在民进党连续执政9年之下，我们是毫无出口。其实本来就已经有一个政治破口，只是政治人物如果没有办法审时度势，看到世界的大潮是他一时的倔强，但他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叫做粉身碎骨。不是我要批判柯文哲跟侯友宜，但是事实上他们都粉身碎骨了。在政治上，在这个大潮之上，为什么丽文姐今天跳出来直指2028年要蓝白合一定要完成？黄国昌主席跳出来直指2028要蓝白合完成，馆长跳出来，这么多人跳出来，为什么我也跳出来大力的提倡这件事情？大家要体察到这个状况。如果台湾没有体察到这个世界的大潮的话，那粉身碎骨的就也会是台湾全体老百姓，也不会只是赖清德。可能赖清德他个人还不会粉身碎骨，屁股一拍，飞机一搭，上了航空母舰，人都到美国去了，有没有可能呢？中华民国可不可以有一个台湾流亡政府呢？是不是在美国每天恶心一下这个中国，有没有可能呢？所以大家一定要很清楚这样一个大事啊。所以我们祝福呢，丽文姐在823之后，假设卢妈妈真的不选的话，是不是有这个机会来这个冲击啊？党外在野大联盟是民进党外，所以大家也不要担心他选了党主席就不是党外。
外，我们都在民进党的暴君独裁统治之外。因为党外在野大联盟就是要把所有在野的力量团结在一起，国民党是一个关键的力量，这个完全不违背，而且有加成的一个效果。大家希望未来能够团结所有的力量，下架赖清德，下架民进党。